走吧，加油！社长，你的救命要研发。你们在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我心脏病需要清创，你在做研究，不好打扰你，所以让秦叶帮我弄一下。我还纳闷，到底是什么人让他连救命的药都没有？原来是他。阿叶，医生说我活不过30岁了，求你不要留下我一个人好不好？昭昭，我出国留学是家里的安排，我不能离你。况且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也不适合出国，好好养病。阿叶，你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周昭，你可起来，你可起来，怎么了？博州，你是医学博士，求你救救我！这世界上我只有你了，我什么都愿意。博州，听说特效药已经成功了，太好了！秦叶刚读完 MBA， 这次就不走了。等新药上市了，他就留下来帮我。谢谢你啊，替我照顾昭昭10年。他抛下你出国10年不管不问，特效药刚研发出来他就回国了，真巧。什么意思啊？我是带着合作资源来投资昭昭公司的。伸手。什么？带着你的垃圾，给我滚出去！李博州，你太过分了！我过分？你拿我打下来的江山去安顿你的旧情，你说什么？我们俩谁的过分？我不是这个意思。再不滚，我就不管了。昭昭，你还没跟李国洲说吗？博州，这间办公室我想让秦叶留在这里办公，旁边的办公室虽然小了点，但是采光不错，我觉得更适合你做研究。宋总，这间办公室是总裁办公室。没错，我宣布，今后的宋氏集团总裁由秦叶担任。怎么会这样？集团总裁不应该是李博士吗？公司发展到今天，靠的是我师傅研发的新药，凭什么让他一个外人坐享其成？宋昭昭，换总裁的事情，你问过我这个联合创始人吗？昭昭，我是不是抢了李博洲的位置啊？他好像很不情愿。博州，秦叶是 MBA 硕士毕业，他人脉资源极广，刚回来就为我们拿下了医药行业的龙头袁氏集团的投资。等新药上市以后，我会授权袁氏作为新药的独家代理商。他谈的投资，我把位置给他，是想让你研究的时候专注一些。博州，只要你同意，我愿意给你加薪30%。这不是钱的事儿。袁氏集团明明是……只要谈成投资就好，谁的功劳不重要。阿叶说是他的功劳，就是他的功劳。我这是通知，不是商量，谁反对就是跟我宋昭昭作对。但是，不用说了，去整理工作文件，准备交接。昭昭，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管理好公司的。
李伯周，我已经提前下令，公司将从节能减排开始自查，希望你多多配合。伯周，谢谢你理解我。你说有个东西要给我，是什么东西啊？这份求婚的惊喜，赵少侠一定会喜欢的。一个不重要的小玩意儿。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给我的东西，我都想要。但是我不想给了。昭昭，静静想你的心如何随歌摆？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爱太深会让人疯狂的勇敢。药物数据异常，温度下降了。不行，药品必须在28°C以上的环境下保存，否则就会坏死。怎么回事？实验室供暖系统断电了。喂，新政部，请立刻恢复实验室供暖系统的供电。抱歉，李博士，新来的秦叶总裁说要节能减排，切断了全公司的供暖电源。你说什么？李博士，救命啊！企业总裁把暖气关了，要冻死人吗？那从哪请来的神人啊？李博士把公司管得井井有条的，你为什么请他过来呀？宋昭昭，这就是你看中的人，自作孽，不可忘。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昭昭，你还记得这首歌？大学舞会时，我就唱这首歌向你要。我当然记得，我每次快要唱不下去的时候，都是听这首歌。原来这首歌最喜欢的不是宋昭昭，而是秦叶。秦叶，每次我和亳州亲热的时候，总会想起你的样子。你不知道敲门吗？妈，打扰你了。亳州，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只是回忆过往，你没听到什么吧？秦总裁，你这个节能减排的政策是只针对基层员工吗？我是为了锻炼员工意志。亳州，秦叶是 MBA 毕业，你要相信他的理念。你手怎么了？宋昭昭，我是来提醒你，新药会在低温环境下失活。你如果还想活下去，就把暖气给我打开。你说什么？不行，新药不能失活，我去看看。昭昭，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说过药物会因低温而失火。亳州，你明知道昭昭心脏不好，为什么要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啊？我没开玩笑。宋昭昭，再不开暖气，等所有药物全部坏死，你将失去活下去的可能。加油，快点！李亳州，你想开暖气也用不着说的这么严重吧？怎么，你就这么怕冷啊？亳州常年吃药，确实身体体寒体虚。昭昭，一个男人不至于的。
再说，我刚发布节能减排的通知，这时候为了李伯周破例，那其他员工怎么行？伯周，你不能因为昭昭心软就装病道德绑架。李伯周，原来你一直都是装的呀！你是不是因为刚才的事情还在吃醋啊？我跟你说了，总裁的位置不适合你。你要是冷的话，先用这个暖一下吧。宋昭昭，你不光心脏有病，你脑子有病啊！你真是无药可救了你！李伯周，你怎么能凶昭昭呢？一个药物接受不了一点温度的变化，只能说明这药还不够成熟，还有待改善。我看不是药受不了吧，是你受不了啊！毕竟你照顾了昭昭10年，最后到头来，这一切还都是我。李伯周，你松手！你松手！你把你刚才说的话再大声说一遍！昭昭，我快喘不过气儿了。昭昭，李伯周，你为何如此心胸狭隘？你有什么冲着我来，别欺负秦叶。宋昭昭，你记住，这是你自己选的，别后悔。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太容易让自己承认，太容易做一切才是伤痕。伯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星耀真出问题了？昭昭啊，他就是夸大其词，想博得你的关注。你放心，等咱们公司上市，还会感激我们的。你心脏还疼吗？我帮你揉揉。不用了，我没事。昭昭，帮我整理一下办公室吧。 10年的心血就这么融了。好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核心数据，失去一切的人是宋昭昭。师傅，你的脸怎么了？是宋总干的。没想到宋总为了维护秦叶，连自己的救命药和全公司的心血都不顾了。这种人活该被耍得团团转。小王、小陈，把1期到3期新药核心数据完整备份，将宋氏集团服务器里关于新药的痕迹格式化。师傅，你要走？师傅，你早就该走了。宋昭昭根本不值得你的付出。宋昭昭10年付出到此为止，烂掉的腐肉就该及时清理。 国忠，等我病好了，我要嫁给你，用我的毕生去报答你。握不住的沙，不如就扬了它。
喂，袁总，星耀有变，合作取消，我决定加入袁氏集团。秦总，这可是李博士的东西，您不能扔啊！亳州，这现在是秦业办公室，你怎么来这儿了？亳州，来的正好，昭昭已经把你东西收拾好了，顺便扔了一些垃圾。这谁干的？这个啊，我当烟灰缸了嘛。不就是一个杯子吗？我再给你买一个不就是了？2017年的冬夜，我首次写出新药化合物分子式，同年申请全球独家专利，这是宋氏集团的根基。18年，《自然医学》期刊收录我的论文，宋氏集团新药计划开启，并成功得到多家企业的投资。2021年，凭借这本完整的研发日志，宋氏集团逼退巨头围剿，打赢官司，新药得以正式研发。属于你的元宇宙。这本笔记，这间办公室，是宋氏集团赖以生存的根基，没想到却被你亲手拆了砖。亳州，你脸还疼吗？对不起，我不该那样对你。亳州，你的新办公室我亲自给你装潢，我全部都按照你喜欢的风格去做。这里有500万，你拿着。500万？我的命是你救的，宋氏集团有今天也全靠你，所以500万不足以衡量你的付出。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当然记得了，当时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我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去看山看海。但新药项目研发人的署名能不能让给秦业啊？秦业现在需要这份功劳，否则难以服众。那是他自己窝囊。宋昭昭，500万，这就是你开出的价格。我告诉你，这点钱。连我笔记本的封面都买不到。亳州，等公司上市了，你有大把时间研究新药。可现在秦业需要这份功劳，这个事情我已经决定了。你决定了？行。可是药没有。你说什么？李亳州，500万已经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了。你别太贪心了，一直拿药的事威胁昭昭。这个是你新药的临床记录啊，还给我！哎，哦，怎么给烂了呀？秦业，不就撕坏一个本子吗？你至于打人吗？宋昭昭，知不知道这个笔记本是新药10年的研发记录？怎么让你手治？新药都研发成功了，保留记录有什么意义啊？反正这10年我过得也不快乐。没意义。是，我看这个办公室，这个公司上上下下的所有都他妈没意义。我的脚背！我的照片！昭昭，你看李伯都疯了！宋昭昭，
10年情债，一笔勾销。从今天开始，与我再无关系。他怎么那么激动呀？难道星耀真的出问题了？不，阿叶，星耀不会有问题吧？只要有亳州在，他永远就会有办法的，他永远都会在的。所以，秦叶回国的事情，你早就知道。这10年，宋昭昭每个月都会给秦叶打钱，而秦叶，他那个什么 MBA 文凭，水分多到能养鱼。我看啊，他真正的专业是时间管理大师，利用有限的精力，把身体开发到了极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女人？为了个人渣，把自己的救命药都琢没了。真想知道，她知道真相后会后悔成什么样子。对不起啊，袁总，我决定放弃加入袁氏了。这里有我不能抛弃的责任。早知道10年前我就该把你抢回来。那个宋昭昭只是在消耗你，而我才能让你发光。下午我跟何江总去宋氏集团接你。亳州，准备好换门战场。你一回国，宋昭昭就把宋氏总裁的位置给了你，李亳州一定很不服气吧？李亳州就是一条替我养了10年女人的狗。我关暖气不是为了节能减排，就是想给她个下马威。等我拿到公司和药，第一时间把她踹出去当乞丐。那宋昭昭，她可是真心对你。一个病秧子，玩了几年算他命大。等我玩腻了，心脏病嘛，突然死了很正常吧？到时候我在他葬礼上继承他的遗产，再找几个嫩模在他坟头蹦迪。我就是个不要脸的人渣。谁让他喜欢我呢？啊！来，今晚的飞机数据备份都做好了吧？所有新药数据已经全部迁移，技术专利也申请完毕，现在宋氏集团就是空壳子了。把这个视频存到 U 盘里，和总裁移交文件一起打包给宋昭昭，就当我给他的离别礼。怎么样？愿意一起走？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永远跟你干。好，3人一心，其利断金，不忘初心，再造传奇。好，抓紧时间收拾东西吧。老大，就差最后送2签字了。李亳州，你跟袁总说了什么？他为什么突然取消合作？你跟袁总说了什么？他为什么突然间取消合作？新药都没有，还合作什么？李亳州，我知道你有情，但你也不能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吧？袁总的合作关乎昭昭的生命，关乎公司上下几百号人的饭碗。就为了一间办公室，一个笔记本，你就搅黄跟袁总的合作，你还是不是男人了？从现在开始，实验室里的一切都由秦叶负责。你不答应，就离开宋氏集团。我答应。是吗？你答应什么？你不就是想让我把新药的署名权让给秦叶吗？如你所愿。他果然是害怕离开我。亳州，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只要你答应让出署名权，其他的什么都可以答应。那如果
我让你履行承诺，嫁给我。新药上市以后我会很忙，你换一个，除了这个以外，我都答应。行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把这个签了。好，只要你让出署名权，我什么都可以签。昭昭，多谢你的支持，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袁总那边，我再去争取一下，他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挑拨离间就不顾大局的。博昭，我知道你还在吃醋。送给你，答应我，别再胡闹了。这10年，除了那个水杯，你没送过我一个礼物，这回还是沾了秦叶的光。好，我答应你。你该帮我清创。让秦叶帮你吧。秦叶没空。再说之前不都是你帮我弄的吗？以后不会。李博昭，你站住！10年光景，就只剩下这最后2个小时。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袁总同意重新与宋氏合作，所有人迎接好袁总的到来。袁阳，搞什么把戏？李博洲，正好你闲着也是闲着，去给袁总和各位同事买杯咖啡去。李博士是研发负责人，怎么能让他干这种杂活呢？秦总，你这分明在羞辱人！宋总，你不管管吗？博洲，要不是秦叶挽回袁总，你就铸成大错了。照阿姨的话去做，全当赔罪吧。宋总，各位，感谢大家10年来的照顾。没关系的，我请大家喝咖啡。各位，咖啡都到了，过来拿吧。来，这你的，李博士。没想到你还记得我们的口味，谢谢你。公司是李博士打拼的，新药也是李博士研发的。宋总真是个白眼狼。我们听小王说你要走了，离开宋氏，你只会更好。我们支持你。对，我们支持你。支持。各位，我离开以后，麻烦你们帮我把这个包裹交给宋总和秦叶。山高水长，我们江湖再见。哟，一杯咖啡就把你们感动成这样，怪不得呢，只能当一辈子底层员工。秦总，您这话说的有点太不尊重人了吧？尊重？你和你师傅连自己的工作成果都保不住，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尊重呢？哎呦，对不起啊，秦总，这地太滑了，我没看见，对不起。你也瞎呀！秦总，你怎么在这儿？你为了节能减排，把走廊灯都关了，天太黑，看不清路。不好意思，你们都发了！师傅，袁总的车快到了。
好，你们先去楼下等我吧。李伯昭，为什么不服从秦烨的安排，还煽动其他员工一起打他？一个靠关系上位的废物，谈什么管理？德不配位的人，必遭反噬。这只是开始。什么态度？你再敢欺负秦烨一次，你就给我离开宋氏集团！好啊，如你所愿，我现在就走。宋昭昭，你给我记住，不是你开除我，是我不要你。好好享受你最后的人生吧。但愿来世再见。你敢威胁我？你在这要死要活的吓唬谁呢？有种你死给我看啊！要死的是你。也好，10年了，终于不用为你再提心吊胆了。什么意思啊？你咒昭昭是不是？阿爷，我说什么话也轮不着你来插嘴。李伯昭，你还敢打人？你立刻给秦烨道歉，否则我不会原谅你。打他，都嫌脏了我的手。李伯昭，这是你逼我的，你打他1个耳光，就得还他10个。来人！宋总，你忍心吗？在你心里，李博士还比不上他吗？阿叶刚回国，他就这个样子，以后还了得？动手！我看谁敢动他！宋总，袁总的车已经到楼下了，正在等您呢。什么？袁总已经到了？阿叶，我们走，迎接袁总要紧。李伯昭，我没有时间在这儿跟你胡闹，你待在办公室好好想想清楚，等我回来再跟你算账。我想清楚了，我最大的错就是救你，宋昭昭，你再也等不到我。恋人总会受到接触到，放手到回首就该足够。对夜的长无数。李伯昭，站住！你去哪儿？你我重回轮回，真爱漂流，等待花期烟雨收，在花江水中收，属于你的元宇宙。袁总，感谢您莅临考察新药，宋氏集团热烈欢迎您。你确定你的新药还在吗？请袁总放心，我们的新药经过了10年开发，各项检测妥善保存，请随我一步实验室。你先上去看看。哦，把这个带上。严总，我们的实验室是符合世界5A 级的无菌实验室，没有任何异味的。袁总，您不是来考察新药的吗？哦，我今天来是为了接一位远比新药更有价值。比新药更有价值的人？谁啊？昭昭，那人是谁啊？怎么看着这么眼熟？不可能是他。走吧，宋总。也许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我无法看着你离开。袁总，你为什么让江总去重新谈合作？宋昭昭拿不出新药，就要赔付10倍的违约金，钱嘛，不要白不要啊！你还真是手段狠辣。既然他亲手弄丢了你这个护身符，就应该学会承受代价。怎么，你舍不得？
宋昭昭，前尘旧事尽散于风。别这么拼命了。那些难忘的瞬间掉落的泪只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你的前路是万丈深渊。从此，你与我无关。各位观众，我们正在宋氏集团实验室门外，马上就能一睹新药真容。遗传心脏病是困扰世界医学的难题，宋氏集团作为小型药企，连暖气都开不起，它能创造奇迹吗？江总，第3代特效药品就在里边，绝对令您满意。江总，提前恭喜您成为全球第1位新药代理商。宋总，大半医药行业齐聚，万众瞩目，你们确定不提前进去看看，免得出什么纰漏？袁总和江总为何对新药抱有怀疑啊？江总，合同已经签了，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向您保证，新药绝对万无一失。你来保证？你是哪位啊？我就是新药研发人。宋总，是真的吗？宋总，新药是李博士10年的心血，你忍心把功劳白白送人吗？没错，站在您面前的这位就是新药的创始人秦烨。李伯仲，我说过，你的一切都会是我的。江总，各位，下面请随我去实验室一睹新药真容。等一下，在进实验室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秦总裁。遗传性心脏病难以根治的原因是 B46 基因链没有 M8 项。那请问您这新药是如何解决这个世界难题的呢？秦总裁怎么不说话呀？难道他不知道？作为研发人员，连这么基础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这药能有效吗？该不会是宋氏集团的血统？他当然回答不上来，因为新药根本就不是他研发的。什么？各位，秦烨是负责新药项目的宏观开发，详细问题我安排技术人员跟大家解答。不必，解不解答都一个结果。江总说的对，再漂亮的答案也不如直接见证新药来的直接。是，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见证新药了。不过我也提醒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请。老东西，敢让我难堪，我必须在昭昭面前把面子挣回来。宋昭昭，你就捧着秦烨吧，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发现，实验室里的奇迹到底是什么。江总，新药价值无可限量，在正式揭晓前，我建议开放代理权。袁氏集团如果想继续独家代理，价格要比原来高3倍。宋氏集团这么做不合规矩吧？合同都签了，新药的疗效都还是未知数，你们就敢坐地起价？宋总，既然你对你的新药这么有自信，你敢用你的名誉发誓，这新药没有问题。我宋昭昭就是心脏病患者，新药就是我的救命药。从今天起，我宋氏集团向全球同仁起誓，如果新药有问题，我宋昭昭就是医药行业的笑话。从此以后，无药可救，魂飞魄散。如果新药有问题，我秦烨就自认是个吃软饭的废物，从此退出医药行业，去你们袁氏集团挂牌当狗，永不翻身。
请大家做个见证，如有违背，就如此评。加价我同意，不过违约金高达10亿。一言为定。想不到宋氏集团居然对新药有如此把握，这份自信足以说明新药的疗效值得信赖。好，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大家一起看看我们宋总口中的奇迹到底是什么。昭昭，记得我们排练过的，历史会记住这一刻。各位记者朋友们，请准备好你们的摄像机，打开你们的光圈，因为接下来拍摄的不是一张普通的新闻照片，而是载入医学史册的封面。全球的心脏病患者、医学同仁们，从现在开始，遗传性心脏病将不是困扰我们的医学难题，改写我们命运的就是它，我们宋氏集团10年如一日研发出来的新药。怎么会这样？怎么这么臭啊？好恶心啊！这就是心脏病福音？你们是在搞笑吗？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这样？我的药呢？宋总，你10年的研发心血呢？奇迹呢？就这。新药研发出来时，我亲眼看到它是完好的，马上给李伯州打电话，不管他在哪儿，让他立刻过来。等宋昭昭发现真相，肯定会不顾一切的回来找你。他该不会发狂吧？放心吧，秦叶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我的。宋昭昭会相信？宋昭昭对于秦叶的信任超乎想象。不过，我送给他们的礼物你也领不到。秦叶是我自己负责。昭昭，这新药不会是被李伯州的？不可能，这新药是他的心血，他怎么会舍得？他竟然拿新药开这种玩笑，为了志气全然不顾大局。不行，我得亲自去找他。江总，出了点状况，我失陪一下，马上回来。亳州，这是什么？宋总，这是李博士托我给您带的包裹。没看到正在召开产品会吗？拿走。抱歉，宋总，李博士交代过，必须要在这个时间送我。昭昭，这李博士又玩什么名堂？我就知道亳州不会拿新药开玩笑，这不就把完好的新药样本拿过来了吗？什么？这个盒子里装的才是新药？药物样品应该存放在无菌冷罐环境内，这也太粗糙了。不开暖气，恶臭的实验室，还有这粗糙的包裹，这难道真的是一家正规的药业吗？请各位相信宋氏集团。阿叶，把它给打开吧。抱歉，刚才让大家受惊了。我们宋氏集团不会有半点虚假宣传。现在，请大家跟我一睹新药真容。这是什么？好像是李伯州交接的总裁文件，他把我们耍了。不是新药，李伯州，你在干什么？宋总，你们到底有没有新药？全行业都在等着新药问世，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宋氏如果虚报，今天医药行业的脸可就丢尽了。马上把李伯州给我叫过来。各位，
刚才出了点小差错，新药目前确实不在实验室，但是新药已经研发成功了，大家稍安勿躁。这就是新药研发的视频记录，马上为大家播放视频，答疑解惑。宋总、秦总，这实验室到底什么情况？李伯周，既然你自己找死，就别怪我。江总，各位，这一切都是李伯周的捣乱。秦叶，你别胡说八道。宋总为了研发新药，花费重金收留李伯周，但是李伯周竟妄图得到宋总的芳心，还不满我坐在总裁的位置，于是故意搅和合作。什么？宋氏集团居然有这样的人，为了男女之情就争权夺利，这种人必须严惩。宋总，你就眼看着李博士蒙受不白之冤吗？他如此固执，的确应该给他点教训。的确如此，但请大家放心，新药绝对不会出问题。播放视频吧。李伯周，你以为你用新药做要挟就能和周昭谈条件，却没想到我将错就错。李伯周就是一条替我养了10年女人的狗，我关暖气不是为了节能减排，就是给他下堆。等我拿到公司和药，第一时间把他踹出来。那宋昭昭呢？他可是你是真心的。一个病秧子，多玩了几年色他妈大，突然死了很正常。等我在他的葬礼上继承他的遗产，再叫几个嫩娃在他坟头蹦迪。谁让我就是个人渣的？秦叶，这是怎么回事？秦叶，这都是你的真心话。昭昭，这不是我，这真的不是我，话都是你自己说的，还抵赖，你要不要脸呢？原来关暖气的人是你小子！新药研发人是李伯周博士，抢夺功劳的人也是你，怪不得江总的问题你回答不上来。秦叶，你太让我失望了。昭昭，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大家看，这才是事情的真相。李伯周，他为什么要用发电机啊？为什么？药物样本必须在常温条件下保存，他在设法救药。我是来提醒你，新药会在低温环境下失活。10年了，终于不用为你再提心吊胆。怪不得他的手会流血，怪不得他会那么说。没开暖气，新药毁了。昭昭，我是被冤枉的，这个视频是 AI 合成的，我只是他陷害我。胡扯！我是专门负责视频鉴定的，这明显就是手机录像，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秦叶，亏我那么信任你，那么支持你节能减排，没想到你这么恶毒。昭昭，我不知道关了暖气会让药物失活，连药物存储都不懂，你也配当总裁？还自称是新药研发人，你的脸呢？长得人模狗样的，却贼喊捉贼，臭不要脸，恶心！曝光这个小人，免得他再祸害别的医药行业。对，曝光他！如实交代。快点！别拍别！昭昭，你救救我啊！宋昭昭、秦总，你们的誓言还记得吗？什么时候来我们源氏看门狗啊？对，履行你们的诺言。不是，这是突发情况，这不能算。你就是出尔反尔的狗，为这么个小人弃10年心血于不顾，宋昭昭，你也是活该。对不起各位，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我宋昭昭的责任，所有的后果都由我宋昭昭一人承担。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去尽量调查。新药是我的救命药，我比大家更要着急，请大家放心。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医药行业乃至全球千千万万心脏病患者的损失。10亿违约金，
我只给你1周时间，付钱吧。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一地鸡毛，睁眼说瞎话，装什么可怜啊？你哭什么哭？没出息！宋总，你和秦叶睡了吗？你们是什么关系？您不是说要离开医药行业吗？请问什么时候照做？你也是心脏病患者，现在药没了，请问你有什么遗言？都怪你！要不是你关掉暖气，我的救命案不会被毁。周少，都是我的错，咱们一起去找李伯忠。要是他做了，他肯定还有办法的。对，新药已经研发成功了，亳州肯定能够重新制造出来。李亳州，你给我出来！李亳州人呢？宋总，李博士已经离职了呀。什么？离职了？谁让他离职的？没有我的审批，他怎么走的？宋总，你已经签字了呀？我签字了。只要你让出署名权，我什么都可以签。我以为这个就是普通的文件啊！我说他怎么那么冷漠，怪不得他不愿意给我清创呢。宋总，您对李博士的态度都已经敷衍到签字都不看看是什么文件了吗？但凡你对李博士上点心，都会发现他状态不对。可你忙着跟秦叶在一起，毫无察觉。够了！他不就是想跟我置气，想让我哄他是吧？我哄他不就好了？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关机了？他怎么把电话关机了？李亳州，你敢不接我电话，我会生气的。你在哪儿？立马给我回来！他居然把我给拉黑了，他真走了，他不管我了。昭昭，你别急，他就是在跟你闹脾气呢，说不定这会儿就在家里躺着。他家在哪儿？咱们现在去找他。我不知道。宋总，您跟李博士相处10年了，您居然不知道他家在哪儿？他常年在实验室里待着，很少回家，我也从来没问过他家在哪儿。实验室，我去实验室找找看。李亳州，整整10年，你真的抛下我和这一切了吗？宋总，李博士把新药看得比命还重要，可你却让他眼睁睁地看着新药在高温下变成残渣，他是攒够失望才离开的。就算昭昭伤了他的自尊心，可是这新药关乎昭昭的生命，他也不能扔下这烂摊子不管啊！你给我住口！出去！昭昭，你在怪我吗？哦，好，你别急，我这就走。亳州，你是要烧掉我们俩之间的所有东西吗？这是李博士亲手为你制作的戒指。你说有个东西要给我，是什么东西啊？一个不重要的小玩意。原来那天他是要向我求婚。秦叶一回国，您就送上了总裁职位。可李博士呢？10年了，你有送过一样像样的礼物吗？宋总，这咱与合作方提出了周边样品。放哪儿吧？昭昭，情人节快乐！谢谢你，亳州。
原来今天是情人节呀！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谢谢你，周昭。这个杯子我很喜欢。李博这10年来，每天都会认真的把杯子清洗一遍，用的那么珍惜，因为这是你送给他唯一的礼物。是我对不起博种，但是我没想亏待他，我想好好补偿他的。李博士根本不知道，这个杯子只是你随意打发他的工具，却成为他这10年来唯一一点甜头。现在你还觉得能用下次来补偿吗？一早期食药引发不良反应，吐血、头痛、心慌、怕热。李博士为了早点治好您，不惜以身试药，身体变得虚弱不堪。他不顾自己的身体问题，却把您10年间的病情变化以及他对您的爱全部都写在了笔记本里。可这份爱，您从来都没有珍惜过。不就撕坏一个本子吗？你至于打人吗？宋昭昭，你知不知道，这个笔记本是新药10年的研发记录？李博洲，你为何如此心胸狭隘？你有什么冲着我来，别欺负秦叶。原来他一直都在为我试药啊！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怪不得秦叶扔了他的笔记本，他那么生气。对了，李博洲的笔记本呢？笔记本好像已经被李博士撕碎扔掉了。他说过去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再留下了。不行，我得把笔记本找回来。是博洲的笔记本。大爷，你在这儿有没有看到这个被撕碎的笔记本啊？这街上每天有很多垃圾，我可想不起来。不过那边有个垃圾站，你可以去看看去。博洲的笔记本终于找到了。李博洲，10年时间，你怎么说走就走了？李博洲，妈的，没长眼睛啊！想死别拉上我！李博洲，我心脏疼，你在哪儿？博洲，欢迎来到你的新实验室。我按照你的研究习惯重新调整过布局，那看看还缺点什么。不错，精度和容量都远超宋氏。哎，袁总，您这份心意
实在太沉了。你的价值值得最好的。走吧，带你去看看办公室，你的专属空间。这是我做的。听说你总是一个人凑合晚饭，尝尝。好久都没吃到这样的味道了。宋昭昭她从不为你下厨吗？他呀，他更习惯被人照顾。那从现在开始，接受我的照顾，好不好？打开看看。别拒绝，这不是交易，是我想在你的身上留下我的印记。小雅，你就不怕投资失败吗？我从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唯独对你，我压上全部直觉。这张卡里有10亿，如果不够的话，我的私人资产随你调用。你这么大方，就不怕我卷钱跑路啊？你若是鹰，我愿给你整片天空；你若是火，我连骨血都愿当新产。顶楼是套房，实验晚了总好过睡实验沙发。昭昭，你终于回来了，我担心死你了。昭昭，你都不知道李伯周那个混蛋多丧心病狂。他不仅一走了之，还把公司服务器里所有新药的核心数据还有实验记录全都格式化了。他这就是要彻底毁了你啊！你闭嘴！你打我！打的就是你！伯周为了我这10年呕心沥血的研究新药，眼看新药马上就要成功了，我的病马上也就要好了，你为什么像苍蝇一样突然冒出来，毁掉我的一切？昭昭。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昭昭，你以为李伯周对你是真心的吗？他要是真的爱你，又怎么会跟你隐瞒新药失温会失活的事实啊？他又怎么会把所有新药的核心数据都带走呢？昭昭，你相信吗？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是真心爱你的。你说你爱我，伯周为了我试遍了所有的药。秦叶，你真的爱我的话，那你把这些药也给我喝了呀！昭昭，你冷静点。疯子！昭昭，疯子！救援！救援！刺客！刺客！一个疯子！
告诉你，这次你哪也别想去，就算是死，你也给我留下来陪葬。你个疯子！来人，把他给我绑了！宋总，关于秦叶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你调查我？秦叶，沃顿商学院毕业，2016届毕业生。可是你知道吗？沃顿商学院因为飓风停课1年，根本就没有毕业生。我曾经把你当成最信任、最亲切的人，没想到你这么的卑鄙、恶心、无耻！教授，我是因为太爱你，所以才撒谎。爱和那么多女子发生不正当关系，涉嫌诈骗、遣送回国，这就是你爱我？呵呵，你的爱真恶心！你赶走了亳州，毁掉了我10年以来研发出来的新药，我饶不了你！来人，把他给我放到实验室去！教授，去实验室干什么呀？这有话好好说。教授，不要放开我！教授，你要干什么呀？亳州这10年就是在这儿不眠不休的为我吃药。这些都是亳州做完实验剩下的化学试剂，把他的手给我按进去，好好吸血。不要！感觉很难受是吧？这10年来，亳州频繁地接触这些腐蚀性药剂，即使戴着手套，也感觉到伤痕累累。这里边是亳州这10年来计算过的所有化学分析式，你全部给我抄下来，一个字母都不能少。好，抄完就可以走是吧？我这就抄1遍就行了是吧？10万遍。你说什么？抄不下来就不让他睡觉。宋昭昭，你疯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秦叶，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我吗？这些都是亳州为我做过的事情，你也能做到对吧？不要！昭昭，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个亳州是怎么能为了一个女人10年都待在实验室，这么折磨人？是整10年，而一个根本不在乎他付出的人套在这里。亳州，我心好痛，救我！宋总，你怎么了？要不要送你去医院？昭昭，你怎么了？昭昭，快去拿药！昭昭，别怕，把药吃了就好了。昭昭，我错了，我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李国昭的付出，我简直就不是人。我以后做牛做马补偿你，再也不惹你生气了，好吗？你真的知道错了？知道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对不起，周周。我如果不是执意要灌暖气的话，药我根本不会试过的。如果李伯周回来，我一定好好跟他道歉。你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伯周真的还会回来吗？李伯周在枪上无依无靠，新药的疗效还没有确认，他不会受到重用的，他无处可去。对，要不是我全力资助他，他怎么会有今天的成就？他也舍不得我和整个宋氏集团是吧？他这么做就是想让你后悔，想让你回去哄他。你千万别中了他的计。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可是江总的订单迫在眉睫，我的身体也不行了。伯周再不回来，我和公司就都完了。周周，你放心，公司还有我在呢。江总的订单，我有信心可以解决。只要我们公司顺利上市，李伯周一定会求着你让他回来的。周周，我们先回家吧。昭昭，咱们可以吃饭了。伯周，你必须明白，我宋昭昭也不是离不开你的，我倒要看看谁先撑得住。秦叶，这是什么？我是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既辛辣既油腻，我10年来没有吃过一口辣。我是觉得你病快好了，想让你试试别的菜，换换口味儿。辣子鸡、毛血旺、麻婆豆腐，这些明明都是你自己爱吃的。不是，昭昭，你听我解释，是。10年了，李伯周记在我的所有忌口，包括我的调料里从来没有放过一丁点辣。你为什么是记不住我不能吃辣呢？不好意思，这些确实都是我喜欢吃的菜，我以为你也会喜欢。哎，你吃这个西兰花？不用了，我喝碗粥就好。哎，粥喝粥好，粥2味。李伯周都会把我的粥给吹凉。好，不烫了。李伯周会用手腕内测试温度，你呢？连自己唾液都吹进去了，你让我怎么喝？昭昭，别太挑剔啊！不烫了。李伯周会用手腕内测试温度，你呢？连自己唾液都吹进去了，你让我怎么喝？昭昭，别太挑剔啊！挑剔！秦叶，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你如果还想留在我身边，你就得学会李伯周的规矩，重新给我盛一碗去，温度测量好，55度，1度不能多，1度不能少。你要是做不到，我饶不了你。宋昭昭，要不是为了得到你的公司和钱，老子会伺候你。好。原来一口温度适口的粥都不是理所当然。2020年12月30日，昭昭病情复发，住进了医院。看着她被病痛折磨到崩溃的样子，我真希望能替她承受这些痛苦。你治了，反正也活不到30岁，与其在人身上毫无意义的治疗，我死了算了。厂长，厂长，你冷静一点。厂长，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受，但是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2025年11月25日，新药研发项目接近尾声，只要通过最终测试，就能投入使用。等治好昭昭的病，
我一定要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红叶怎么没了？什么最重要的决定啊？不行，我要去找博州，我要让他亲口告诉我，到底什么最后的决定啊？喂，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找到李博州。药呢？我把我的药呢？宋小姐，这些以前都是李先生亲自打理的，他嘱咐过我，这些都是他的事，不让我插手。他走了之后，我也不太懂这些。哎，张长，药来了。秦叶，这哪个是饭前吃的，哪个是饭后吃的，哪个是现在吃的？这不是有说明书吗？你自己看呗。以前博州都会帮我看的，我看。不是，昭昭，我又不是医药学专业的，我看不懂啊。你看不懂，就去给我试，一样一样的试。昭昭，你别太无理取闹了啊！原来博州走了以后，我连吃个药都变成了手。知道了。小姐，你终于醒了。小姐，昨晚太危险了，幸亏慌乱中我找对了药。宋总，您怎么还没到公司啊？今天又跟宏远资本的张总开会，您忘了吗？这都11点了，你怎么才想起来叫我啊？宋总，以前您的所有重要行程和会议都是李博士亲自提醒的，他走了这一块就……宋总，张总等了您2个小时，说我们毫无诚意，后续的项目取消了。不行，宏远的投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不能取消合作。快备车，我马上去跟他们解释。昭昭，不用去了，一笔投资而已，用不着低声下气的求别人。我认识比宏远资本更雄厚的投资商，晚上我把他约出来，咱们一起谈一个更好的投资。真的吗？对，你人脉广，那融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再看看这个，这是最近关于宋氏集团的几款药品，我有改善建议。秦叶，你是 MBA 毕业，你有你的人脉和能力，马上召集股东开会。经过我仔细认真的调研和分析，发现我们过去药材的销量一直不温不火，核心问题在于包装太过老套，无法吸引客户。秦总，药品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疗效和安全，这跟包装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快消品，需要靠包装来吸引眼球吗？秦总话还没说完呢，轮到你们插嘴了吗？当今市场，酒香也怕巷子深，所以我们现在的核心任务是全面升级产品外包装，加大推广宣传力。我找设计团队专门设计了一张极具冲击力的海报。我计划将这张海报铺满全市所有商场大屏、地铁车站、公交车站，让所有人认识宋氏，看到宋氏的产品。秦总，这宣传方向是不是有点偏了呀？我们还要结合互联网思维，不光包装要好看，药还要好吃。我建议在药品当中增加果味添加剂，推出蓝莓味、草莓味等口味，迎合女性市场。秦总，这是药，随意更改辅料会影响药物吸收，甚至引发过敏反应的。秦总是 MBA 毕业，
他的营销理念是经过市场验证的，轮到你们质疑了吗？马上研究配方，1周内我要在全市的各大地段看到新品和海报。国州，秦叶虽然没你体贴，但他的能力是不可否认的。我要向你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刚煮的，看你忙了一上午。谢谢啊。有个有趣的消息，秦叶把宋氏的药品包装全换了，现在满大街都是宋氏的海报，正中央印着秦叶那张脸，说是什么要推出果味药品，把制药当调酒，哗众取宠。还有更精彩的，你当年调试的那批设备全都被换了，都被换成了自动流水线，员工们反对无效，宋昭昭完全放任，自寻死路。人嘛，非要撞到头破血流，才明白谁才是对的。你说他能坚持多久？坚持，等到生产线出问题，市场反噬，到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那我可要好好准备准备，迎接宋氏集团崩塌后的市场洗白了。哦，对了，晚上一起吃饭，我订了你最喜欢的日料，你喜欢红色，那我就穿红色长裙。宋队长，你会亲眼看着秦叶毁掉你的一切。钱老板，知道您无辣不欢，听说这家川菜馆特别地道，您尝尝看。哎呀，这菜看起来就香啊！昭昭，你也吃点。阿叶，我辣椒过敏，不能吃辣。不好意思啊，我下次一定注意。哎呀，宋总，这菜呢不吃没关系，但是得吃啊！你得给个面子啊！哎呀，咱们合作能不能成，就得看你的诚意。阿叶，医生说过我的病不能喝酒，否则会有危险。就一杯不会有事，小心点叶子。好，宋总，其实我还记得啊，几年前咱们也吃过饭，当时好像不是你身边这个秦勇，那位叫李伯周，李总对吧？哎呀，我印象非常深呐。这个李总啊，哎呦，是个狠人，明明是搞学术研究的，但是为了你玩命喝。我记得那一回都喝出胃出血了，直接送医院了，临了还得跟人约签合同的时间。这么好的男人，怎么换了呢？钱老板，那个我再跟宋总敬您一杯。那今天咱们这事儿就算定了啊！哎，那就得看宋总的表现了。国昭，这么多天你去哪儿了？你终于回来了。李伯周这么大一伙人，几天了还找不着，我养你们干什么吃的？马上再去找。是。昭昭，昨天是我不好，不该让你喝酒。你看，我给你买的礼物，就当是赔罪了，喜欢吗？
把我当什么了？昨天为什么不帮我挡酒？昭昭，我酒精过敏你是知道的，而且你是老板，那怎么能？以前亳州就能帮我挡酒，你为什么不能？到底爱不爱我？爱，我当然爱你。你爱我，为什么不知道我铂金过敏？为什么不能像亳州一样在乎我的感受？秦总、宋总不好了，江总来质问订单的事了，这会正在会客室呢。我们马上过去。江总，您怎么来了？宋总、秦总，咱们合同里写的交付日期就是今天。我的药呢？江总，您别急，我们新进了一批产品，生产效率特别高。您再宽限我们2天，一定准时送到您手上。宽限2天？你们公司负责研发西药的李波州李博士根本就没有。就算是宽限你们2年，药拿得出来吗？信用，做生意讲究的是信用。根据合同条款，你们应该立刻赔付10亿违约金。江总，这钱太多了，我们现在……江总，不就是违约金吗？我明天就让财务打到你卡上。阿叶，大量的钱都花在了投放宣传上面，公司账户根本没有这么多钱。昭昭，我们的广告投放出去这么久，销量肯定涨了不少，收益加起来绝对不止10亿。宋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投放的海报被人扒出来药品名字有误，并且秦总拍照的时候还拿反了药盒，公司已经被骂上热搜了。怎么会这样啊？宋总、秦总，完了，宋氏集团的声誉、名声全完了。昭昭，别慌，我们还有钱老板的投资呢。这笔投资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如果今天能到账的话，我们完全有能力度过这次危机的。对，赶紧给钱老板打电话。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不可能，我现在给他发消息。钱老板，咱们之前聊的那笔投资款现在可以到账吗？他把我拉黑了。骗子！那个钱老板居然是个骗子！好，非常好，你们宋氏集团简直就是荒唐之极。不管怎么样，10亿违约金1分都不能少。如果在明天之前见不到钱，罚1000。江总，江总，小雅，新药2.0研发成功了，药效提升30%，副作用降至最低。我就知道，你从来不会让人失望的。那10亿奖金，这是你应得的。小雅，你知道的，我研发新药从来都不是为了钱。曾经的我，研发新药只是为了救宋昭昭的命，而现在，我只想让更多的患者重获新生。这才是让我倾心的李国忠。接下来什么计划？3天后的招商会，你以 Z 先生的身份正式亮相，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惊喜，是时候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属于谁的。好啊，我很期待。宋总，您刚才受到过度刺激昏倒了，您现在觉得怎么样啊？我现在感觉胸闷、恶心。您现在的状态很不稳定，如果李博士再不回来，您会有生命危险的。是我亲手毁了我的救命药，是我让亳州失望了。您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姓秦的，可在您昏迷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陪在您身边，这值得吗？秦叶在哪儿？我要去找他。秦叶，你不是说最多5天吗？
怎么到现在都没得手？玩脱了，谁能想到宋昭昭那个娘们那么蠢，竟然为了我连救命药都不管。现在公司账上的钱连赔款都不够，还怎么坑她的钱？现在只能静观其变了。秦叶，你在和谁打电话？昭昭，你醒了？怎么出来？赶快回去休息啊！秦叶，你不是 MBA 毕业的吗？我把公司交给你，你怎么弄成这样子了？你的资源，你的人脉呢？昭昭，这不能怪我呀！新药失活这事儿影响太严重了。还有，那个钱老板他骗了我，我已经找人去交涉了。江总那边，我把公司账上的钱取出来，赔了他一部分，暂时是稳住了。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你还没联系到亳州吗？医生说，我再这么虚弱下去，我和公司这都完了。昭昭，你别难过。我听说江城最近出现了一个叫 Z 先生的人，他研究出了跟新药同款的特效药。什么？你说真的？当然，心脏病专家又不止李亳州一个人。过2天他会召开一个招商会，正式推广新药。里面的张总是我的朋友，我托他要到了邀请函。太好了，赶紧让团队拟一份合作。这次我们的招商一定要势在必得。李亳州，如果宋氏集团和 Z 先生取得合作，你就是想回来也没机会。这位就是 Z 先生，比我想象当中的年轻帅气。李博士，袁总在楼上等你，这边请。昭昭，这位就是 Z 先生团队的张总，这次能参加招商会，多亏了他。张总，谢谢你，宋氏必有重谢。今日江城各界顶流汇聚，只为了与 Z 先生合作，宋总可要把握机会啊！不知这 Z 先生究竟何等身份，竟然能云集大半医药精英？早在10年前 ，Z 先生就名震医学界，但是他却拒绝了全世界医疗机构的顶薪邀约，只为了照顾生病的未婚妻。如今出山，肯定引得全行业趋之若鹜。才华横溢且用情至深，为了心爱之人放弃大好前程，真令人倾慕。他的妻子一定很幸福吧？不错，我在国外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的时候，曾跟 Z 先生有过一面之缘。他确实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不像某些人能力平平却自恃功劳，仗着自己10年付出，对你要挟勒索。阿叶，你见过 Z 先生，今天无论如何帮我引荐。果然，技术是可以被取代的，人脉和资源才是最珍贵的。和阿叶相比，亳州终究上不了台。秦总、宋总，你们先聊，我这儿接个电话。各位来宾，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新药2.0的缔造者 Z 先生以及他的合作伙伴袁小姐。昭昭，Z 先生要来了。才华出众，重情重义，光是能见到就此生无憾。亳州。袁董身为江城医药行业的龙头，却年纪轻轻，美言动人，真是羡煞旁人啊！
严总，Z先生呢？感谢诸位医药界专家抬爱莅临。遗传性心脏病是世界难题，商业价值不言而喻。考虑到合作名额有限，我们采取竞拍的方式进行招商，起拍价2000万，出价最高的前3位才有机会直面Z先生本人。这药的效果目前尚未可知，设置这么高的门槛，是不是有些过了？我袁雅从医20年，了解我袁雅的人自会相信。如果有人对 Z 先生和新药有所怀疑，可自行离开。心脏病药物前景广阔，Z 先生又是医药领域的天才，多少钱都值。我林氏集团出价2000万。袁总是医药行业龙头，我相信他不会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我王者集团出价3000万、4000万、5000万、 6000万、 7000万、 6000万。昭昭，我们宋氏集团现在深陷舆论风波，如此抬价会让集团雪上加霜啊！目前除了和 Z 先生合作以外，已经没有退路了。就算倾家荡产，也绝不放弃。郑老板出价9000万，1次、2次。宋氏集团出价1个亿。宋昭昭，你果然来了。等你知道 Z 先生是我，会是什么反应？宋氏集团，不就是那个几天前率先声称攻破了遗传性心脏病的那个公司吗？宋氏集团已经研制出特效药，怎么又跑这儿来竞标了？攻破个屁呀！他们公司连暖气都开不起，所谓的特效药更是一团黑水，连广告和产品接连爆雷，就是个骗子公司。胡扯！药物损坏那就是失误。失误？一个连药物存储都不懂的公司，简直就是在丢医药行业的脸！你们根本就不配和 Z 先生合作。我出价1亿2000万。1亿3000万。1亿5000万。宋总，我提醒你一句，贵公司可还亏欠我们10亿的违约金，你确定拿得出钱来？不行，绝不能让 Z 先生质疑我的诚意。袁总，之前新药损毁确实是我管理失责，但是我宋昭昭这次诚意而来，就算倾家荡产，我也要拿到新药。阿叶，现在公司还有多少资金啊？昭昭，为了度过公关危机，花销很大，现在公司账上只有不到2个亿了。与 Z 先生合作是救我的唯一解药，也是救公司的唯一出路。2个亿，只要能打动 Z 先生，我不惜一切代价。这个侧脸怎么这么熟悉？难道是？想不到宋总为了这款新药愿意孤注一掷啊！哎呦，宋总真有实力啊！深陷舆论压力，居然还拿得出这么多资金啊！这2亿怕是秦总裁节能减排省出来的吧？哎呀，各位老板，昭昭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30年来他始终没有摆脱疾病阴影，还请各位高抬贵手，救人一命。他不顾公司药品坏死，忙着和你暧昧不清，他自己都不珍惜生命，凭什么要我们可怜他？他自己自寻死路，难道先前的毒誓都白发了？2亿2000万。2亿5000万。阿爷，变卖公司设备和公司专利。这样下去公司会垮的。拿不下合作，别说公司垮了，我的命都没了。3个亿。宋总，我得提醒你，能否取得合作，完全取决于 Z 先生个人意愿。倘若合作不成，钱可不退了。论心脏病领域，我们宋氏集团比在座的都要优秀。
既然 Z 先生是这行业的专家，自然知道我说的话没有错，所以他没有拒绝合作的理由。好，既然宋总这么自信，宋氏集团3亿1次、2次、3次，恭喜宋总，竞拍到了合作名额。那现在我可以见到 Z 先生了吗？当然，不过我想问一下宋总，当年为你研发药物的李博士，陪伴你10年之久，关于他的离开，你后悔吗？就是啊，照顾了你10年，你不懂感恩，却对身边这个小白脸如此偏爱，还要抢李博士的功劳，连婚约都能抛弃，我看他就是个白眼狼。胡扯！昭昭从未与任何人有过婚约，这10年来，昭昭全心投资李伯周研究，他对李伯周有知遇之恩，是他自己贪得无厌。李博士有今天的结局，是他罪有应得。哦，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李伯周，今天我就把你钉在耻辱柱上，让你再无翻身的可能，也彻底断了昭昭的念想。各位有所不知，这10年来，李伯周从未有过一天是真心照顾昭昭的，所有的付出都是算计。大家只知道李伯周研究出新药，不知道的是，他一直拿昭昭当做实验品。多少次，昭昭喝下李伯周的药之后，痛苦不堪。可他只知道记录数据，冷眼旁观。这不是爱，这是赤裸裸的算计。宋总，他说的对吗？伯周，对不起，我只能以大局为重。对，自从他给我试药以后，我很难受。还有，李伯周口口声声说爱他，可连他最基本的喜好都不知道。昭昭喜欢浪漫，可他却10年如一日地宅在实验室里。昭昭需要陪伴，可他却以制药为借口逃避。试问，这是真的爱吗？对，他不懂我，他给的从来都不是我想要的。最可恶的是，连昭昭是心脏病患者忌辛辣的都不知道，每次做的菜都是辣的，还逼昭昭喝酒。他身为一个医生，连昭昭吃的药都分不清楚，这真的是照顾吗？这真的是在乎吗？啊，周昭，你现在生病了，要忌辛辣，忌油腻。你看，我都给你记下来了。没关系，等你病好了以后，我第一时间带你去吃，好吧？宋总，他说的对吗？对，他对我的好是善意伪造深情的假象，是处心积虑的表演。他为我付出的全是自以为是的东西，他爱的根本不是我，是那个付出的他自己。所以他的离开，我从不后悔。你们都说我把功劳给了秦叶，可是这10年来一直陪着我坚守走下去的，就是阿叶。宋总，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说的这些话，会让李伯周从此被医药界封杀，甚至再也不翻身。伯周没了立足之地也好，他永远离不开我了。对，这都是他咎由自取。宋总说得好，正巧我这里有一样东西，不知宋总是否记得？
这是亳州的杯子，怎么会在这儿？实不相瞒，这是李亳州先生委托我送还给你的。昭昭，李亳州挑在这个时候还你杯子，摆明了就是羞辱，太狡猾了。10年了，他就会用道德来绑架我。麻烦你转告他，我早就和他两清了。现在可以见 Z 先生了吧？如你所愿，希望你不要后悔。亳州，这么多天你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我马世纪在找你啊？大家好，我是 Z。假的，他是假的。Z 先生早在10年前就已经成名了，他是医学界的天才。他就是昭昭身边的舔狗李亳州。我知道。你不就想回到昭昭身边吗？给自己找个台阶，那你也不能假扮 Z 先生混到这里来啊！亳州，我知道你还在因为西药的事情生气，但这是什么场合呀？你跟我回去，我跟你说清楚。亳州，你解气了吗？解气了就跟我回去。回去？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去？李亳州，你适可而止啊！这是 Z 先生的招商会，你再闹下去，不光是你，我跟昭昭也会受牵连的。怕受牵连？怕牵连就滚啊！亳州，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啊？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袁总。抓我干什么？再敢对他不敬，我对你不客气。各位，现在我正式介绍，我身边这位李亳州先生，就是本次新药项目核心研发人，医学界的翘楚 Z 先生。袁总，你认错了吧？他就是宋氏集团前研发主管，怎么可能是 Z 先生？你以为我跟你们一样都眼瞎了吗？不，这不可能。袁总，你肯定是搞错了呀！秦叶，你不是认识 Z 先生吗？张总，他真的是 Z 先生？没错，你不是在国外见过 Z 先生吗？我可能是当时没看清楚。那个身影怎么那么熟悉？袁总，所以你早就知道新药毁了是吗？袁总，您知道新药已经没有了，还跟我们签合同，让我们赔天价违约金，你这跟敲诈有什么区别？江总已经提醒过你们很多次了，况且是你们自己坐地起价。你整整10年，你都没告诉我你有这等身份，耍别人很好玩是吧？我从来就没有刻意的隐瞒过我的身份。是你，从来就没有在意和重视我。师傅，这2家世界级医药实验室都向您发出来了学术邀请，这已经是今年第2次了，您确定不考虑一下？新药还没有成功，我不能离开昭昭。又是什么3流小破公司想要挖你？不用看了，这些小公司还能有我给你的待遇高啊！昭昭，你放心，没有治好你的病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宋昭昭，你以为10年前我留在宋氏，就是为了你们宋氏集团那点待遇吗？你知道吗？
你口中的三流公司是大夏医药龙头袁氏集团，是世界顶尖的医学院洛桑医学院，是默克集团核心研究室。和这些比起来，你们宋氏集团算什么东西？在你为了秦业践踏我的时候，在你把我整整10年的心血送给他当礼物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放弃的是通往世界医学巅峰的门票。原来 Z 先生照顾10年的家人是宋昭昭啊！为了秦业这么个废物赶走 Z 先生，我看你不光是心脏有病，眼睛也有病吧？欧洲，我真不知道这些。可是你不是说你是心甘情愿陪我这10年，难道你不快乐？快乐就是被索取、被抛弃、被践踏。我不想骗我自己了，这10年是我青春的坟墓。哼，在你们宋氏上班，空调是没有的，功劳是别人的，快乐个屁呀！宋总，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医学天才啊？全世界能研制出新药的人，也只有亳州一人。是你自己放弃了爱你的人，放弃了活下去的机会。不是，袁总，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跟昭昭没关系。你们要撒气，怎么对我都行，只要愿意新药继续合作。合作的事先放一边。对了，秦总，你之前承诺过要来袁氏集团当看门狗，什么时候兑现？不就是当看门狗吗？只要愿意继续合作，哇！亳州，我知道你受委屈了，我之后会给你交代清楚。既然是你，那就更好了。公司我也在担心，我们先把合作谈了吧。只要你答应，我什么都可以答应。好啊。签，我马上签。宋总，你还是跟当初一样，只要是我递给你的东西，都懒得看一眼。什么？麻烦宋总好好看看合同上的内容。开合同为单方面意愿，无任何法律效应，甲方随时可以无条件终止。宋总，您看，您又签下了一张废纸，就像当初签下我的离职申请一样。你已经习惯了轻率的决定别人的去留，所以到现在，你也该好好尝一尝这种满怀希望签下的合同却一文不值的滋味。所以，我拒绝合作。袁总，送客吧。不，亳州，你不能赶我走。宋总怎么会和我这种自以为是的小人合作呢？况且，我们已经两清了。宋总不是不会后悔吗？怎么又舍不得？难道你刚才说的都是假话？既然 Z 先生像你说的那么不堪，那你为什么还要找他合作呀？那就把合作机会让给我们吧。白州，我知道你是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些话而生气，但是我是想取得合作，我想要活下去才能去找你啊。你只是想活命而已，为了秦业，为了宋氏集团，唯独不会为了我。为了撇清身份，你抹黑造谣，把亳州踩在烂泥里，你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像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待在医药行业。袁雅，都是你，是你抢了我的亳州，是你设局陷害我。
这一杯还给你。之前你泼掉的是我的尊严和心血，而我泼掉的不过是你廉价的体面。李伯昭，我们朝夕相处10年，以我们的关系，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对我。关系？我们什么关系？我们既不是情侣，更没有婚约，而且我已经向你提交了离职申请，也获得了审批了。我不同意，也不知道那个离职证明已经被我撕了。只要我没答应，你就永远是我的人。宋总，我可不记得我跟你签了卖身契。你不就觉得他在给你撑腰吗？我告诉你，他在利用你。等你的新药上市了，你就知道他会把你抛弃。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没有人会真心对你的。你送我的戒指，我一直都留着，它证明这10年来我们是有感情的。我是后悔，伯周，他们都是在利用你的才华，只有我是真心对你的。你还留着这个东西干什么？为了体现我前10年的真心是一文不值吗？不，它证明我们有过去。伯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最了解你，也只有我最需要你。除了我，谁还会再要一个心里还装着别人的人？我要。李伯周先生是我袁氏集团最重要的合伙人，是我袁雅倾尽所有也要争取到的天才。他不是没人要的废物，他是我们所有人都可望不可及的 Z 先生。伯周，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要给你准备的惊喜吗？我知道这可能很突然，但是我不想再等了。今天我想在所有人的见证下问你，你愿意成为我袁氏集团永久的合伙人，与我共享我的商业帝国，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你愿意成为我袁氏集团永久的合伙人，与我共享我的商业帝国，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袁总竟然跟李伯周求婚，袁总身为医药行业顶尖人物，终于找到真爱了。一个是医药领域翘楚，一个是医学研究专家，真是郎才女貌，般配呀！袁总才是 Z 先生的良配，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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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呀，以你的条件，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你为什么要跟我抢？Z 先生的新药能够拯救千千万万个家庭，是你这种抢夺功劳的小人永远也理解不了的。你不喜欢的东西，别人视若珍宝，可那又如何？百周的心里只有我，他是不会跟别的女人。我同意。李伯周，我同意了吗？谁让你同意的？让开！伯周，你之前对我都是轻声细语，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他是不是已经把你给睡了？宋昭昭，我劝你给你自己留一点体面。如果回到10年前的那个晚上，我一定会推开你。李伯周，你要不要脸？昭昭为了你付出了他的10年，你竟然抛弃他跟别的女人结婚，他的真心都喂了狗了。对呀，不是为了你了吗？伯周，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给你，哪怕是宋氏集团，我也全部都给你。我舍不得你。你不是舍不得我，你是想要我救你的命。不是的，我们相处10年，我们是有感情的。
我警告你，从今天开始，离亳州远一点。我可不是娇滴滴的李总裁，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小雅，招商会继续吧。来人，送客。亳州，你别跟我走，其实我心里是爱你的。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不可能，我们10年的风风雨雨，我不可能，我不相信你就完全放下了。这是你的笔记本，我找回来了，里边的每一页我都给拼了去，除了最后一页，它没有了。你为我付出的，我都明白了。这个笔记本曾经就放在你的病床边，可是10年来你从来就没有翻开过一次。我现在看了，我全部都看了，除了最后一页我找不回来了。你之前说只要治好我以后，你要为我做一件事，那是什么事情啊？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不晚，你走了以后，我才发现我的生活，我的公司都离不开你。没有你，我的人生过得一团糟。我每天都在想你，我想的心疼。求求你告诉我，你都忘了，人生最没有意义的行为，就是试图去挽回那些曾经错过的人和事。不要，不要！亳州，我不相信你明明那么爱我。以前爱你是我眼瞎，不过现在我痊愈了。亳州，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不用跟我道歉，因为你的歉意对于我来说毫无价值。不，我不相信。你要是不爱我了，你就打我呀；你要是不舍得打我，你就是爱。打我呀！亳州，你真敢！把他们给我拖出去！亳州，我知道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会好好弥补。哎，赵赵，累了吧？工作的事情就交给我吧，你先回去休息吧。啊。赵赵，赵赵，该吃药了。亳州，水有点凉了，能不能帮我？赵赵，别想那个忘恩负义的李亳州了，他就因为一点旧怨就这样对你，肯定没安好心。秦叶，你不是认识 Z 先生吗？为什么 Z 先生是亳州，你都不知道？之前在一个大型学术会上，我确实跟他擦肩而过，但是人太多了，我没看清。但是他一定看到我了，他就是故意隐瞒我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还好你能陪着我。赵赵，其实我今天是来跟你告别的。你说什么？你要去哪儿？国外有个紧急项目，我得回去处理一下。处理？秦叶，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当时你回国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再也不回去了，帮我经营公司。现在呢，公司没了，我命也快没了，你想跑？不然呢？留下来陪你等死吗？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什么？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一个笑话。
失败者，秦叶，你算什么东西啊？你出国留学的学费、生活费，哪样不是我给你出的？啊？你干了什么呢？你对得起我吗？怎么，我没有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吗？李伯州是你自己作死的，你还怪我吗？是，暖气是我要关的，但节能减排的通知和默认违纪的行为不是你自己吗？李伯州说了要失火让你开暖气，你干什么了？我在哄你，我在给你立威。是我让你这么做的吗？明明是你自己做，把救你命的药、救你命的人推进了火坑里。你闭嘴！连一个照顾了你10年的人你都不信，你要信一个我不顾你死活的骗子？你今天这个结果，活该。对啊，是我蠢。秦叶，像我们俩这么蠢的人，是不是应该永远作死？来人，秦总需要静养，把他送到实验室。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许把他放出来。宋昭昭，你干什么？这是非法救济！非法？秦叶，我们之间没有法，只有债。我们俩一起尝尝无药可救的滋味吧。带走。宋总，宋总刚刚收到消息，源氏药业为了确保新药万无一失，在正式上市前，他们准备面向社会招募一批心脏病患者。这是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一次临床测试实验。临床测试，面向社会招募心脏病患者。没错，宋总，公告上说，只要符合他们的条件，都可以报名。报名，立刻给我报名。可是宋总，这毕竟是药物实验，存在一定的风险，而且您的身份……我不管，这是我唯一一次能够名正言顺让亳州不得不面对我的机会。只要我能参与进去，就有机会接近他，挽回我们之间的感情。患者请到这边排队登记，稍后李博士会亲自带领大家进入病房。亳州，等你进了我的病房，一切就由不得你了。哎，这位患者，吃了药以后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异常反应？没有。来，听听心跳啊，深呼吸。这位患者，你这是干什么？亳州，我好久没摸过你的手了，我好想你啊。宋昭昭，你怎么在这儿？你给我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你给我走！亳州，你别这么凶嘛，我现在是这里签了协议的患者，你不能赶我走。你。给我水里下药了，我只是想让你不再躲着我。我真的好想你啊，想你，再抱抱我。你滚开！你别抱我！亳州，你的身体比你的嘴诚实多了。今天你逃不掉了。这亳州怎么进去这么久啊？
是不是患者出现什么问题了？博州，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真的好想你，我是爱你的。宋昭昭，你疯了！你放开我！宋昭昭，宋昭昭，你在干什么？你放开他！博州，袁雅，这是我和博州之间的事情，不用你管。你给博州下药了，宋昭昭，博州的心已经被你伤透了、踩碎了，你居然还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算计他！就算你得到他的人又怎么样？你这样只会让他更加看不起你，更加厌恶你，你永远都不可能再得到他的真心。我没想伤害他，把他给我赶出去！从今天起，不许他再踏进袁氏半步！博州，你那么恨我吗？恨你，真是太浪费感情了。我对你只有遗忘。博州，你怎么样啊？放开我！宋昭昭，你个疯子！没想到吧？逃出来！哈哈哈哈哈哈！这是哪儿啊？你被捅了，是一位叫李伯州的先生给你送来的，他还帮你垫付了医药费。那他现在人在哪儿？他已经走了。对了，他还说让你以后别再找他了。是啊，我还有什么资格去找他呢？我竟难重圆。有些人一旦错过了，就是一辈子。今早，大夏医药龙头企业袁氏集团董事长袁雅与医药行业翘楚李伯州博士举办盛大婚礼。新娘，你愿意嫁给李伯州先生吗？不管贫穷还是疾病。我愿意，我愿意。希望所有的珍惜，不是失去了才懂得。